渺无人烟的森林绝对是胆小者的噩梦，即使它是很多人眼里休闲踏青的好去处，在这里你可能会经历一些最可怕和最神秘的离奇遭遇，从坠落的不明飞行物到神秘的俄亥俄州草人。本期地球君就为大家带来了最惊人的20个森林发现。新来的观众可以点赞和订阅小铃铛，以免错过精彩视频。话不多说，让我们进入正题。第20个，蓝道深森林事件。1980年12月26日，英国萨福克郡的伦德尔舍姆森林发生了一系列不明飞行物目击和近距离接触事件。该事件是英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不明飞行物目击事件之一，有时也被称为蓝道深森林事件或蓝道深森林事件。事情发生在当时由美国空军使用的英国皇家空军伍德布里奇基地外，多名美国空军人员及其副指挥官查尔斯·哈尔特中校都报告称看到一个奇怪的金属物体在森林中穿梭飞行，并且伴随奇怪的灯光。凌晨3点，附近巡逻的士兵约翰·巴勒斯发现伦德尔舍姆森林有物体降落，他最初以为是被击落的飞机，便与队友吉姆·潘尼斯顿进入森林调查。在森林深处，他们看到奇异的光束穿过树木，一个不明物体正散发着明亮的光线。吉姆·潘尼斯顿声称自己还摸了不明物体温暖表面，同时记下了许多不明符号，并且看到一个三角形不明物体起落的景象。他在地面留下3个印痕。事后现场侦测到的辐射量也比平时高。不过奇怪的是，随后赶到的警方竟然表示印痕可能是动物留下的。2天后，该地又接到不明飞行物报告。当晚，基地副指挥官查尔斯·哈尔特中校领导一个调查组深入森林调查，他们发现许多大树都有燃烧和损坏的痕迹，并且将此事上报了国防部。但由于英国政府在介入调查后，并未公布后续消息，而且保持沉默，蓝道深森林事件的真相也变得难以分辨。之后，各种猜测开始流传。有人怀疑是附近奥弗贾灯塔的灯光，但这无法解释树木燃烧的痕迹。而且在哈尔特中校等人的探索过程中，两者发出的亮光明显能够区分。值得一提的是，在2010年，英国政府终于公布了蓝道深森林事件中的一盘录音带。内容显示，一名美军士兵曾发现附近农场的动物们开始变得躁动，而且前方出现了一束奇怪的、闪烁的红光。是冷战时期的秘密武器，还是真的有外星人到访？也许只有等所有相关文件公开后，我们才能得知真相。第19个，长得像长颈鹿的马。你见过长得像长颈鹿一样的马吗？2019年8月，英国南部新森林国家公园的游客发现一匹颜色很特别的马，它的身上长满了棕色斑点。虽然脑子告诉他这是一匹马，但眼睛看到的画面又让他觉得是一只长颈鹿。搞笑的是，就算把这匹马的照片上传到智能识别软件上，软件给出的结果也是长颈鹿。据了解，新森林国家公园共生活着大约3000匹马，这匹马应该属于一种特别的矮种马，被称为新森林小马或者新森林矮马。不过看它的样子，又有点像是豹斑样式的阿帕卢萨马。这种马也是从头到脚均匀分布着形态大小相同的暗色斑。第18个，狼头昆虫。这种长着狼头的蜘蛛看上去简直不像现实存在的生物，它是自然学家德利亚斯·凯2017年在厄瓜多尔的亚马逊雨林里拍摄的。这种生物最早在1959年被发现，黑色背部有2个奇特的凸起，类似兔子或狼的耳朵，2个小黄点恰好看起来像脸上的眼睛，可能有助于迷惑捕食者。虽然这种奇怪的生物像蜘蛛一样有8条腿，但它实际上属于盲蛛目动物，它们通常生活在原木和岩石下，喜欢潮湿的栖息地，而且不会产丝，体内也没有毒腺，是完全无害的一种生物。目前科学家对它们的了解还比较少，几乎没有介绍它的科学出版物。第17个，野火上空的不明发光体。2014年7月17日，加拿大一家新闻机构在拍摄温哥华市郊外的森林大火时，一个疑似飞碟的白色发光体从空中飞过，恰巧被摄像机拍摄下来。在这段新闻视频中，一个明亮的物体从野火区上方的云层后面出现，从左向右快速移动。官方没有对此给出任何解释。不过，一位不明飞行物专家怀疑该物体可能是一颗火流星，它以小角度接近大气层，在掠过大气层后又回到太空。有时它们的速度会减慢到足以被地球引力所困，因此坠向地球，但通常它们都只是擦肩而过。这段视频中还有一处疑点很容易被忽视，在其中一处画面，一个黑的物体从右往左快速的飞过，
是镜头前的虫子，还是另一个不明飞行物？第16个，无头蟾蜍。这是一只没有头的蟾蜍，但它仍然以健康的身体和腿四处蹦跳。这只两栖动物是一只成年美国蟾蜍，当时研究人员正在收集关于蝾螈的资讯，而这只蟾蜍却不断撞向研究人员的脚与周遭其他物体。当研究人员注意到这只蟾蜍时，他们惊讶地发现，虽然这只无头蟾蜍的头部缺乏眼睛、鼻子、下巴和舌头等重要器官，它整个头部只残留光滑组织的残肢和一个用来进食的小开口，但依然有着成年蟾蜍健康的身体和腿。虽然研究人员并不知道为何这只蟾蜍没有脸，不过他们做出了一些猜测。美国蟾蜍等两栖类为变温动物，需要冬眠才能在冬季存活。它们钻入双线下的土壤中，体内凝结冰晶来降低心率，并停止呼吸，直到气温再次上升超过冰点才恢复活力。它可能是在冬眠时受到了天敌的攻击，但没有死去，在天气变暖后又活了过来。另一名两栖爬行学家则认为，这也可能是蟾蜍营寄生所造成的结果。不过，研究人员认为这种说法的可能性较小。事实上，这不是第一次有动物在脑袋大部分丢失的情况下依然能够活着。1945年，在美国的科罗拉多州，一位农夫将一只鸡的头切掉，但脑干部分还在。农夫用滴管给这只无头鸡喂食和水，并用虹吸管保持呼吸道畅通。这只无头鸡存活了18个月。相比之下，这只蟾蜍目前的状态无法进食，可能无法存活太久。第15个，旋转冰圈。2017年11月，美国纽约州一个家庭在假日期间前往阿蒂伦达克山脉登高，结果没想到竟意外在森林的一处发现会自动旋转的冰块。家中年幼的子女更兴奋地以为自己进入了一处魔法森林。这一奇观被称为冰圈，通常只出现在北半球少数区域。目前主要认为，在河面的拐角处，加速流动的水会产生一种被称为旋转剪切的力量，将冰块切断，然后冰块缓慢旋转，被切断的冰块和周围的冰块相互摩擦，最终形成一个正圆形。第14个，白色袋鼠。在野生动物界，白色的动物一般都比较少见，因此常常被人们视作祥瑞的化身。2015年9月，摄影师迪恩·斯威尔在澳洲悉尼西南的利物浦多纳国家森林发现了2只身穿白色外衣的袋鼠，它们和一只灰色袋鼠一起觅食，偶尔还望向镜头。金色阳光洒在它们身上，在麦黄色的草丛和墨绿的山谷中十分抢眼。通常来说，这样的白色袋鼠是十分罕见的，它们因受基因缺陷的影响，从小身患白化病，因而皮毛苍白，不能隐匿于苍绿和暗灰的大自然中。再加上它们视力和听力都不佳，很容易成为野狗和狐狸的猎物，也经常受到晒伤和皮肤癌的威胁。所以很多白化袋鼠都不能长期在野外生存。不过凡事都有例外，在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就有一种罕见的白化病小袋鼠种群，因为缺少天敌，突变的白化病基因得以遗传，种群数量也在不断扩大。第13个，森林里的巨人。巨型红杉树是世界上最大的树，它只自然存在于美国西部的部分区域，它们的高度可以超过90米，直径达到12米左右。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西北部的红杉树国家公园的巨型红杉瓦沃纳树，在1881年被雕刻成一个可以让车通过的隧道，因此也常被人称为瓦沃纳隧道树。几十年来，这棵树一直是非常受欢迎的旅游景点。不过，虽然历经了2100年的风风雨雨，但它终究没有熬过1969年的严冬，最终在一场风暴中轰然倒塌。2006年，一棵名为亥伯龙神的巨型红杉，以115.92米的惊人高度，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为世界上最高的活树。但遗憾的是，现在这棵巨树已经被谢绝游客参观，试图靠近亥伯龙神的游客将面临6个月的监禁以及高达5000美元的罚款。巨型红杉树最奇特的是它们不怕火，因为它们的木质犹如钢铁，而且树皮又厚又硬，就算叶子被烧光也能很快长出来。另外，红杉树的种子只有在没有草木、被火烧透深深覆盖着草木灰的土壤中才能生根发芽，所以为了保证它们的繁衍，公园管理者会定期用控制下的人为山火，创造适宜红杉树生长的独特环境。第12个，澳洲魔龙。古巨蜥又名巨齿蜥，是文献记载中最大型的陆上蜥蜴，它们生存于更新世的南澳洲，约于4万年前消失。最早到达的澳洲原住民可能曾与之一同生活。
虽然现代科学普遍认为它们早已灭绝，但一些神秘动物学家却相信它们仍然生活于澳洲茂密的森林中，即使有一天被重新发现也不奇怪。对于这些可能存在的巨型生物，当地人一般称其为澳洲魔龙。在多年前的一档名为《怪兽档案》的节目中，主持人蒂姆到澳洲的雨林里拍摄荒野求生，结果没想到被古巨蜥澳洲魔龙给盯上，不慎受伤感染败血症，不但胸前出现大片血斑，脸颊一夜消瘦，最后甚至还因体力不支被不明生物拖入森林。究竟是节目效果，还是他真的死了？虽然这一事件真假难辨，但恐怖的画面还是一度成为了许多人的童年阴影。第11个，玉米片飞碟。2012年3月，英国约克郡森林上空又出现了三角形不明飞行物的踪影，这已经是该物体5年来第4次到访此地了。这一幕恰巧被在场的一名业余摄影师拍下并上传至网络。据其他目击者称，当时天空晴朗无云，一个黑色的三角形物体从空中飞过，他们已经将这个情况汇报给一个专门观察不明飞行物的机构。据了解，该不明形物体因为外形像一块三角形的玉米脆片，因此被人们称作地外玉米片。它第一次造访是在2007年，当时也被人们拍摄下来并传到互联网上。不过人们尚不能确定那次是不明飞行物还是人为的恶作剧。第10个，比利猿。在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猎人间有个传说，在刚果丛林深处有种类似黑猩猩与大猩猩混淆的神秘动物，力大无穷，甚至可以杀死狮子和猎豹，而且有在月圆时嚎叫的习性。它被称作为刚果比利猿。最早接触这一神秘动物的是瑞士摄影师卡尔阿曼，他在1996年访问了刚果的北部地区，本来是为了寻找一只大猩猩，却意外地收获了一个奇怪的头骨。该头骨大小与黑猩猩类似，但却有大猩猩的某些特征。当时他们推测这是大猩猩与黑猩猩的杂合体，或者是一种全新物种，但从遗传学来说，又找不到任何大猩猩与黑猩猩杂交的理由。和正宗的黑猩猩不同，对万兽之王穷凶极恶的比利猿，对待人类的态度却截然相反。灵长目专家雪莉·威廉姆斯博士是第一个看见比利猿的科学家。当时4只体型异常巨大的比利猿向他们直扑过来，本来他们是要痛下杀手的，但看见他的脸后，就停下来凝视了一会儿，然后似乎认出了自己的人类表情，就安静地走开了。黑猩猩的肌肉力量是人类的 1.5 倍，而能够猎杀虎豹的比利猿听起来似乎是更强的存在。事实上，用无核 DNA 做的初步基因测试表明，这种猿类和狮氏黑猩猩关系很近，但是它们的行为和大猩猩又很像，这让世界各地的灵长类专家都十分好奇。如果它是一种全新的新型种类，那无疑是巨大的发现。第9个，丛林里的废弃飞碟。日本深山丛林内出现废弃飞碟。2020年9月，一位日本摄影师探访一处森林时，发现一座外形极似飞碟的不明物体，而他不只拍摄了这座不明物体的外貌，更大胆地进入内部一探究竟。只见这个物体外表因常年历经风吹雨淋，满是雨渍与生锈痕迹，内部桌椅布局竟然也宛如电影中才会出现的画面。原来这个疑似飞碟的废弃建筑其实是一名芬兰设计师马蒂萨罗内的艺术创作，只不过被人遗忘在了深山丛林里。第8个，未知怪物。俗话说早不上山，夜不入林，而波兰就有一个胆大的人，半夜听到林子里有惨叫声，竟然赶去一探究竟，结果也是不出意外的让他十分后悔。根据他2020年3月上传的视频显示，当时他在林子里用手电筒为自己照路，结果突然间照到一个未知生物，吓得他落荒而逃，好几天都感到后怕。一些人认为视频里是个怪物，另一些人则怀疑尖叫声可能是来自野猫之类的动物。但不管怎样，他的遭遇都提醒我们晚上最好不要进入森林。第7个，被打晕的外星怪物。这可能是史上最惨的外星怪物。2015年2月4日，出现在马来西亚丛林里的棕榈油种植园的一只马来熊，竟然被工作人员误以为是外星生物而暴打一顿，甚至最终昏迷。从视频中可以看到，长期营养不良的它身形瘦弱，爪子也显得十分奇怪。醒来后的它也只能赶紧离去。环保组织则严厉谴责了这种行为。据了解，马来熊又被叫做太阳熊，它们是世界上最小的熊，体长110到140厘米，体重40到70千克，与体型最大的棕熊相比，只有其10几分之一的重量。由于栖息地遭到破坏，
它们的种群数量呈减少趋势。2016年，世界马来熊仅存1万余只。第6个，哥斯达黎加石球。20世纪30年代末，美国考古学家乔治·奇坦在哥斯达黎加人迹罕至的三角洲热带丛林以及山谷和山坡上，发现了大约200个像是人工雕饰的石球。这些石球大小不等，其中最大的直径可达3.3米，重达8吨，小的也有2米左右，制作技艺精湛，堪称一绝。这些石球有什么用？有人推测石球可能代表太阳和月亮，或是一种图腾标志，还有人把它们戏称为巨人的弹珠。这些谜一样的石球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科学家对它们进行测量后发现，石球都用坚固的花岗岩制成，而且石球表面各点的曲率几乎完全一样，甚至还发现了最大误差为 0.2%， 直径几乎完全相同的2个石球。这说明制作这些石球的人员除了必须具备相当丰富的几何学知识和高超的雕凿加工技术，还要有坚硬无比的加工工具及精密的测量装置。据推测，这些石球的年代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与当地土着部落的活动有关。但令科学家和考古工作者迷惑不解的是，这些石球所在地的附近并没有花岗岩石料，在其他地方也找不到任何原始制作者留下的痕迹。是什么人制作了这些了不起的巨大石球？所需的巨大石料如何运到这里？究竟用什么工具加以制作？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数量最多、最集中的哥斯达黎加石球，世界各地还发现了许多不同的石球遗址，而它们同样没有一个明确解释。第5个，披着羊皮的猪。2018年3月，英国肯特郡的野生动植物志愿者们在丛林中惊讶地发现了几只披着羊皮的猪。这是一种全新物种，还是从实验室出逃的动物？其实，它们的名字叫做曼加利查猪，是普通猪和欧洲野猪的交配产物，体型中等，因品种差异而拥有几种不同颜色的卷曲毛发。就连志愿者们第一眼看到都被骗了，以为是几只羊在丛林中觅食。第4个，恐怖的林中小屋。一对英国妇女靠着环游欧洲的视频吸引了众多粉丝，但在2023年3月的一天，他们遭遇了一次可怕的经历。就在他们穿越苏格兰北部的一片森林时，女儿阿米卡听到了不远处的奇怪声音。他们前往查看，竟然发现了一座奇怪的废弃屋子，外面挂着一些令人不安的奇怪画作，丛林里还散布着许多令人毛骨悚然的人体模型。这是某位服装设计师的废弃住所，还是一位有着特殊癖好的人的秘密基地？恐怖的气氛让他们联想到恐怖电影《林中小屋》。父女俩也快速离开了这里。幸运的是，他们并没有遭遇任何袭击。接下来是我们的奇闻异录环节。卓博卡布拉是一种被怀疑存在于美洲的吸血动物，据说它会在猎物上咬出一个小口，然后从这小口将其全身血液吸干。虽然不断有人称看见了卓博卡布拉，但大多数都是畸形或腐烂变形的动物尸体。你认为它是否有可能真实存在？第3个，树冠修壁。如果在森林里抬头仰望天空，有时你会惊讶地发现大树树冠的空间仿佛被均匀分配，树冠与树冠之间保持着一定距离相互避开，从而形成一条条弯弯曲曲的空隙带。这些空隙带仿佛河流水渠交错流通，泾渭分明的样子就像被设计好的。这种自然现象被科学家称为树冠修壁，它只发生在一些特定树种之中，并且大多是在同一树种之间。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有科学家发现该现象并研究其原理。不过，即使是在近100年后的今天，科学家们也没能给出一个统一的答案来解释其成因。有一种理论认为，大树顶部的树枝在风中会缠绕摩擦，从而造成树叶的磨损。在这种情况下，大树就会产生树冠修壁行为，以避免叶片的摩擦损耗。另一种理论则强调，树冠的分离是为了避免虫害蔓延，比如一些蚁群能够在树丛间造桥来去自如，因此树冠间需要更大的间隔，以杜绝这种情况的发生。当然，也有人认为树木本身能够估测和旁边树木的距离，一旦间距过小，它们生长需要的光照就会不足，因此树木会凭借光感受器探测到附近的树木并避开它们。你认为哪种解释比较合理？第2个，树人。大自然就像一个魔术师，有时会造就出一些奇形怪状的物体。2016年，一名摄影师在保加利亚的巴尔干半岛山区的森林里徒步旅行时，意外发现了一处奇景。
一棵大树四肢和头部俱全，双臂举向天空，两腿扎根大地，中间的头部则非常迷你，看起来非常像科幻电影里的树人，让人不得不佩服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第一个，俄亥俄州草人。俄亥俄州是美国大脚怪目击次数最多的第4个州，数十年来有数百起目击报告。该地区的许多美洲原住民部落都曾讲述过在森林中漫游的体型巨大、毛茸茸、类似人类的生物的故事。但跟其他地方不同的是，当地人更愿意将这种神秘生物称为草人。这种生物习惯在树林里建造小型的草屋或巢穴，这些建筑在俄亥俄州各地都有发现，被很多人认为是草人存在的证据。位于俄亥俄州东南部格恩西县的州立公园占地超过17000英亩，这片庞大区域几十年来一直是俄亥俄州大脚怪目击事件的中心。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有大量报道称大型多毛生物在公园的森林和田野中出没，一些目击者甚至声称曾近距离接触过它们。他们将其描述为一种身形高大、肌肉发达的生物，它的皮毛通常是蓬乱不堪的深棕色或红棕色。1992年8月，一位野生动物专家在俄亥俄州东部调查草人目击事件时，就拍到了一个跑进树林的身影，可惜未能收集到生物样本。除了草人留下的巢穴，人们还在俄亥俄州偏远的森林发现了许多大型脚印，这些脚印基本都出现在目击事件集中的地区，被广泛认为是草人存在的证据之一。虽然关于它们存在的可能性仍然有许多种争论，但根据众多目击者的证词到物理痕迹，草人的身影似乎正在逐渐显露。你认为这种生物可能真实存在吗？请在评论区留言跟我们一起互动吧。好了，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以上就是地球君带给大家的最惊人的20个森林发现。如果你喜欢更多奇奇怪怪的知识见闻，就请订阅我的频道吧。我们下期再见。